今天的话，我们就用科技烂的这个一键脚本，进一步的了解 NGIX 它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如何进阶，更加快速的访问你的网站，更安全的访问你的网站，从容的抵御恶意攻击。依然找一台 VPS， 输入科技烂的这个一键脚本命令，那我们到科技烂的官方网站，然后去下载这个 SH Shell 脚本，给它权限执行它。我们回撤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10就是跟我们 LDNMP 建站有关的。摁1的话，安装环境的话，就会用科技烂全新为大家配置的更快速安全的网站环境。我们安装完 LDNMP 的环境以后呢，我们点文件目录来到这边，我们一般把文件都会放在 Home 这个目录下这是我们的 LDNMP 的主目录，这个是放证书的地方，这个是放你 NGIX 配置文件的地方。我点 D 的意思就是扩展的配置文件，我们点进去看一下。OK， 在新环境里头呢，我为大家做了一个默认的，这也是 NGIX 标配的，这里面会放你所有的域名相关的，或者有3个网站，那它就会动态生成3个配置文件出来。那我们这个呢就是默认的欢迎页面。我们到达浏览器，如果大家已经安装了 LDNMP， 我们直接复制这个 IP 回车，它就来到了 NGIX 的欢迎页面。这个 NGIX 的欢迎页面怎么做出来的？就是这个文件产生的效果这个文件会到一个指定路径去拉取这个页面中要显示的文本信息。页面呢也会告诉我们，当前我们的 NGIX 服务器是正在运行的。这个是放你网站源码目录的HTML 的这个路径。还有我们这个 log， 我之前也讲过，这个 log 呢就是 NGIX 生成 log 文件，是访问日志，这个是错误日志这2个日志文件，防御程序都会依据这2个文件来为我们分析研判，并且防御恶意 IP 攻击。那我们在下面的这个是 MySQL 的，还有我们的 Redis 的数据目录。那我们再接下来就是我们 Docker Compose 的配置文件，这个文件呢也就是我们生成我们的建站环境的必要文件，我们都会通过它来搭建我们的 LDNMP 的环境。那我们在下面的这个是 NGIX 的一个配置文件，上面呢就是跟日志和进程有关系的，上面是一些表头，这些我们都不需要管，这些都是默认的。还有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并发的工作数，如果你的配置比较 OK 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值调大，调成2048、4096这样的你的同时NGIX 处理请求的能力就会变得更强，你的网站呢同时并发多人在线使用更有优势。那我们在下面呢就是我们的 HTTP 块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块，这个块里面呢就会包含我为大家添加的请求频率限制的一个参数，一般的话10兆或者20兆都是可以的，它会占用你的内存，允许1秒钟同一个 IP 有10次请求，那就意味着它超过了10次，我们就把它拦截了我们就认为它是恶意请求。那10和15呢，目前测试下来呢是比较稳妥的，适合大部分的网站。我之前设成1了，我那个苹果CMS 的网站第一次加载呢很慢，大概要10秒，所以我乘以了个15，比较稳妥。这个取决于大家自己，大家可以后期可以自己去调。OK， 剩下的这些呢就是默认的 NGIX 为了日志层面上的一些信息抓取，那这边呢其实是跟并发有一定关系的。还有这边有一个 gzip 目前在主配置进程这边我们是禁用的，未来我们在 config.d 的这个目录下每一个站点具体去配置。它这边做了一个调用这个目录下的所有的 config 的文件，它相当于是一个外挂嘛，就每个站点分门别类，这样的也方便好管理。所以我们的欢迎页面呢也是通过这个规则把它整理到我们的主配置文件里头。当我们的 NGIX 运行的时候，外链的配置文件都会聚集到我们的主配置文件，形成一个完整的配置体系这样的我们的 NGIX 就是正常的运作的。所以整个配置里面我们只改了这一个。还有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欢迎页面，它这里面讲的什么，只调用了8080，这边呢是科技烂动态为大家匹配了你当前的本机 IP， 不需要大家去配置的，就是我们自动化脚本里头帮大家直接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它原来是 localhost
因为我们是容器内部，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公网 IP 匹配在这边，所以你才能通过 IP 地址来访问到我们这个欢迎页面那么这个欢迎页面呢，它是从这个路径下拉取的 index， 就是静态的 HTML。左边的这个 Nginx 的总配置文件里面的，就要加上这个请求频率限制。那我们同时为了让这个参数生效，我们必须在这边也加上访问这个页面才能应用频率限制。有些恶意程序呢，它不断的访问你这个页面，服务器压力特别大，请求压力特别大，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你访问我这个网页下载速度的一个限制。那这个欢迎页呢，我只给它 10K 就可以了。所以这两个配合起来去使用，请求频率限制，一个是请求的速率限制。访问页面拉取资源的时候，它是10K 每秒。好了，其余的呢都是注释掉的，那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研究了。那接下来我们用我们这个脚本来创建一个 WordPress，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环境了，基础的配置已经跟大家讲过了。选择10这边呢，我们选择2，创建一个 WordPress， 给大家讲一下 WordPress 我做了哪些优化。好，我们选择2，找一个域名解析到你当前服务器的 IP， 回车。好，我们先为它申请证书，然后下载 WordPress 的最新版源码，并且自动安装。即使你之前通过科技蓝的 LDNMP 创建过站点并且已经正常的运营使用了，后期追加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的。现在我们的 WordPress 就已经搭建好了，那我们点击这个域名，好，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安全向导。那这个流程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继续来到我们刚才的这个目录结构，我们依然是在 Home 还有 Web 这个目录下 LDNMP 的主环境下，证书里面刚才 WordPress 的这个域名证书，一个是公钥文件，一个是私钥文件。刚才的康复的点 D 现在又多了一个我们当前的 WordPress 站点的配置，下载下来。这个结构呢，就是2个 server 块，第一个 server 块呢是面向80端口，第二个 server 块面向443端口。80这边呢主要负责跳转301永久重定向，重定向到哪里呢？重定向我们的443，更安全加密的方式来访问我们刚才的这个域名，使用 HTTP2 更高效双通道复用的 HTTP 协议，比较成熟较新的传输协议。那它能给我们带来更高效的网页访问，更高效的安全性证书的一个目录。那这块呢，为什么会标记到 etc Nginx 然后这个证书目录呢？是因为是通过容器去调取的。所以我们在这边为什么要放这个呢？就是方便我们在宿主机上编辑，就是我们的这个文件目录去使用，只用我们的 TLS 1.3 目前的最新版本。那如果只包含 TLS 1.3 的协议的话，那我们 TLS 1.2 和 1.1 那就访问不了我们这个网站了。有点老的电脑它浏览器比较旧，那它可能就不能来访问。所以根据大家的需求酌情的去添加，这个也是一个映射路径，这也是标记的是容器内部的路径。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 HTML， 虽然我们的路径在宿主机上不一样，但是到容器里面，这个容器就会到这个目录来找我们的 WordPress 的源码。下面呢是一个表头安全性的一个防护，这个呢是 HSTS， 防止中间人攻击，我们拿了你证书然后欺骗做伪造情况的一个防御。这些是防注入的 XSS 一些防护措施。一个 server 块目前只能指向根目录一个 location， 指向根目录的 location 里面的所有信息都要放在一起，应用到你的站点的所有位置，主配置文件里的那个要对应必须要有这个，它才能请求频率限制。这个呢是速率限制。我们的网站一次加载内容比较多的话，我建议大家把这个值调大，5兆其实已经够了。我们很多网站5兆绰绰有余，像我们很多国内的 VPS 呢，它整个 VPS 的带宽就3兆，也都运行的非常顺畅。防护一下呢，是怕你防止 DDoS 攻击，防止大量消耗你的带宽的这种情况。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欢迎页面那边设置的 10K， 也就是这个原因。伪静态呢，我也整合到这个 location 里了。gzip 压缩算法这样的是有效的提升你的网站运行速度，内容进行压缩投递到浏览器这边用户就可以快速的响应且呈现页面加速的效果。
缓存我们需要让它缓存30天，如果它不清缓存的话，你这个页面呢就会更快速的去加载啊。第一次加载好了以后呢，就是基本上秒进入啊。这个只针对静态页的一个提速手段啊。在下面这个是 PHP 相关的 Index PHP 监测到了以后呢，就会传到我们的 PSP 的容器里头 FPM 这个解析器对接，然后去通信。这个是我们的上传限制，上传的话我这边限制50兆。有一些 WordPress 的小伙伴呢，他们可能要上传一些主题啊，上传一些文件啊，所以是需要 Nginx 这边放行的啊，让它只能传50兆。大家也可以去自行的去修改，这样呢，大家修改的主配置文件也好，欢迎页面也好网站配置文件也好，这3个配置呢，你都改好，你就回传就可以了。Docker Restart 重启 Nginx， 你就回车一下，好，让它重启以后 Docker TS 看一下状态。这边它是正常运行的，已经启动了5秒钟。如果你还不放心它有没有启好呢，还有一个手段就是 Docker Logs 日志来去查 Nginx 看有没有正常启动，发现这边 Startup 网站已经正常运作了。我们只关心最下面的这一行输出是什么就可以了。有了这一套流程呢，大家再按35这个安全程序启用，那我们就可以安装一下我们的 Fight2Ban， 然后去帮我们开启我们这个 IP 拉黑的恶意攻击防御的这一套机制。好，开启以后呢，它这边会提示我们6个规则，其中一个是防暴力破解的 SSH 的规则，其余的5个呢都是我们的 Nginx 站点的防御规则。你的网站呢就安全至少提升40%、50%这样的。OK， 那这时候我们选择8，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实时的情况。OK， 现在有恶意的 IP， 像这些来恶意的去访问我的 SSH， 来想破解我的 SSH 密码，这个是很过分的啊。当达到阀值以后，它就会把这个 IP 给办掉。这个是我们的防御程序最重要的工作，结合日志去分析。OK， 我们发现这块已经处理了一个这个 IP 已经处理掉了。那老是这个 IP 吗？也有乱七八糟的 IP， 它会实时监测，包括网站被攻击了也会进行监测。我给大家看一些截图，是我跟末把手攻防演练整理了一些内容。可以看一下末把手攻击科技蓝点 Pro 的一个辉煌战绩，他说这些已经连不上了，你的网站已经成这样了。那事实是这样的，像这个525一般都是 SSL 证书认证失败500就是内部错误。这时候我还没上防御，频率限制其实还没有生效。看一下随后的。好，当我上了防御以后呢，同样这个网站还是打不开，但是已经报503了。而这种503呢是过载保护，当前服务器达到上限以后做了一个安全处理，良性的负载维护更加安全，更加防护。虽然你的网站依然是高负载的运转，那 CC 攻击的特点呢，就是榨干你的资源，榨干你的 CPU 内存，你的 IO 这样的去操作的。我们上这个频率监测以后，那我们的 IO 这些等等的情况就会有明显的好转，但是我们的 CPU 呢还是满负载的运作，导致我们网站依旧是打不开的情况这么多6000多个 IP 访问你的网站，同时搞并发，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很难防御的只能去尽可能的去限制。现在呢只是 CPU 占满，看我的内存2个 G 的，它现在依旧是800兆，额外的内存2个 G 基本上都没用上，所以内存不是什么问题，所以你的 VPS 也不会崩，不会宕机。只有遇到那种 DDoS 攻击，有可能你的 VPS 会挂掉，然后你的 SSH 都连接失败。 OK， 他去疯狂的调用我们这个 PHP 的进程，去拉满我们当前的一个 CPU。 这个是末把手写的一个脚本，他打了2次吧，好像打了10分钟，处理掉的它的一个 IP， 就是我们用这个防火墙，用 Nginx 的这个频率监测恶意请求，并且拉黑，加上频率限制以后呢，它基本上这些截图呢都是503。那这种类型的攻击呢，一定是压测的一种。我们的网站呢，现在是只要它停手了，我们的网站立刻就是恢复正常的状态也不会导致你的服务器有任何的崩溃。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用 LDNMP 和我们的 Fight2Ban 这些拉黑防御工具一个重要的体现。当前的频率监测规则里头，当前的请求失败次数，还有我们总失败次数
我们都是通过这个错误日志来监测出来的。当前拉黑了它32个 IP，它有6000多个 IP， 所以这个拉不过来是正常的一个状态。CC 攻击的话，对于我们流量消耗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当然，我上这个速率限制的它这个消耗呢就更微乎其微了，打2次也就花了600多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自己也来测一下。我在 ChatGPT 这边呢，跟他说了，我想要一个压测工具，他比较推荐这种 AB。那回头我会把这个内容呢，也会放在我的博客里，大家可以去自己压测去使用一下。好，我们现在这一台呢是我们网站的机器，来装一下 update 更新一下。我们不加速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就是 root， 所以我们不需要加速度。这边呢是阿帕奇的压测工具，都可以去测试站点。这边我们选择 Y， 再接下来我们就使用这个 AB 这个命令。这个呢是我们总共发送请求的数量，1000个请求，并发的话是同时一时间发几个请求，目标对象是哪个？那我们复制一下，清了以后呢，我们把它粘贴进来。我们把网址改了。那我们给它一个 IP， 给它80端口，前面呢1万个请求，50个也会超过我们设定的那个阀值的。我们阀值是15，对吧？所以它有35个请求是漏掉。回车一下看一下效果，这是前提有攻击者知道你的 IP 啊，你这样的去模拟。可以看到它这边现在有一点增长，这个就是我们正在压测，是明显不够的，压测力度再加大一点。看这个压力就上来了啊，同时并发能坚持500个请求。1000个请求，这边呢就是10万，同时并发1000个请求，它大概占用的一个情况。我们35防御的怎么样？我们可以看一下6，我们的站点防御。此时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刚才攻击的那个 IP 在这个地方，它现在已经被拦截了，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请求数大概是3万多。一般 CC 攻击的话，会找多台机器、多线程来处理。所以我们这边一不攻击了，那它就下来了。这边呢是可以抓取它 Nginx 的版本号，还有它的一些信息。我们把这个可以复制给 ChatGPT， 完成请求数1万个，然后失败，那就证明只有几个请求成功了，所以其余的都已经失败了。非2系列的请求，就 99.9% 的就已经被我们屏蔽掉了。OK，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个攻击的一个信息。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主要跟大家来分享了 Nginx 的种种优化细节，包括我们的速率限制啊、频率限制、gzip 压缩、缓存、防侵入、防篡改机制都已经加入网站上了，让我们的网站呢可以更高效并且更安全的运行，提供了我们 CC 攻击的一些案例、压力测试。未来会有更多的网站相关的进展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欢迎到时候继续光临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拜拜。